一架快退役的廢鐵竟然在黑市賣出了1700萬歐元的天價。更離譜的是，幕後偷零件的內鬼居然是空軍將軍和軍工巨頭。他們不惜以身犯險，在幾年的時間裡，把2500多件零部件從軍用倉庫中悄然偷走。到底是什麼戰機能讓軍方高層冒着風險也要去偷？它就是冷戰時期歐洲最成功的多用途戰機狂風，一架70年代誕生的老戰機，那些退役的零件為什麼比金子還貴？故事的起点發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空軍基地。2026年2月，媒體的聚光燈將這個平時戒備森嚴的軍事禁區推到了风口浪尖。整起案件的暴露源於軍方防務審計部門進行的一次例行資產盤點。當聯合審計人員推開基地後勤倉庫的那一刻，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片落滿灰塵的空貨架和被洗劫一空的儲存箱。賬本上登記在冊的大量高價值航空資產竟然在眼皮底下蒸發了。根據隨後的調查通報，失竊的零部件總數近2500件，其價值經核算高達1700萬歐元。在現代軍隊的採購賬本上，這筆巨款足以直接購買幾架全新的5代隱身戰鬥機。更为嚴重的是，被盜走的絕非輪胎、鉚釘或普通消耗品，而是涵蓋了火控雷達處理模塊、機載電子干擾夾艙、雷達預警接收器以及全權限數字飛行控制單元等最核心的航电部件。除了 C130 大力神運輸機和 EMX 輕型攻擊機外，絕大多數都屬於意大利空軍的對地主力。狂風戰鬥轟炸機這些高規格軍規芯片早已停產，失去這些絕版的雷達算法與高頻微波模塊，一架價值昂貴的狂風戰機就會瞬間癱瘓，退化為無法升空的鐵塊。警方與軍方調查人員通過技術溯源鎖定了案發的時間跨度，在2021年至2023年之間。這意味着犯罪分子並不是發動了一場突發性的暴力搶劫，而是在長達1000餘個日夜裡，利用防務監管的真空，以螞蟻搬家的方式進行着持續性、系統性的盜竊。在軍警巡邏的禁區內，成百上千架戰機心臟被一步步運走，而軍方的指揮系統卻在幾年時間裡對此毫無察覺。隨着羅馬民事檢察官辦公室與軍事檢察機關聯手展開調查，這起案情逐漸撥開了其驚人的內幕。司法機關鎖定了約12名核心嫌疑人，其中不僅有空軍後勤部門的最高掌權者和多名现役空軍将領，更包括了著名的记憶阿維奧公司的管理高層。阿維奧作為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記憶旗下專門負責航空防務業務的子公司，長期承包着布林迪西基地的軍用飛機維護合同。一個由軍隊高級將領與外部軍工承包商構成的腐敗利益同盟由此浮出水面。調查人員揭露了他們堪稱完美的犯罪模式：先在現場將完好的戰機關鍵零部件私下偷運出庫，隨後利用將領手中的簽字權加上承包商的技術鑑定話語權，為這些已經被偷走的零部件補開偽造的報廢證明。通過這種逆向操作，這些價值連城的精密航電在官方賬冊上被合法的抹去，變成了賬面上不存在的廢鐵。隨後，涉案人員利用意大利空軍將重心全面轉向 F-35A 隱身戰機換裝，老舊機型倉庫淪為監管盲區的機會，用軍車和民用物流承運單分批次將零部件運輸基地。而調查組追查的去向線索更是直指南美洲的巴西。巴西空軍至今仍在運營與意大利聯合研制的 EMX 攻擊機，這架戰機由意大利阿蘭尼亞和巴西航空工業聯合研發，其機載雷達預警、飛控邏輯與狂風戰機有大量的技術共享。隨着歐洲原廠生產線早已停產，正規渠道的配件極度匱乏，在黑市上一件完好的老舊航電設備能賣出數倍的暴利。這種畸形的供需關係構成了巨大的犯罪動機，但這起案件也拋出了一串核心技術疑問：那些被偷走的狂風戰機航電模塊到底特別在哪裡？為什麼這些40年前設計的戰機零部件至今依然在黑市上如此搶手？想知道狂風戰鬥轟炸機的能耐，必須回到那個冷戰陰雲密布的20世紀60、70年代。當時北約面臨着華約集團數以萬計的裝甲大軍和極其密集的地面防空導彈網，傳統的萬米高空轟炸在薩姆導彈面前無異於送死。北約空軍急需一種能夠強行穿越敵方防空網的特殊戰機。它的戰術簡單而瘋狂，貼着地面飛行，利用山谷與地形掩護逃過敵方雷達的死角，在樹梢高度以超音速衝向目標，投下炸彈後迅速撤離。為了實現這種近乎自殺式的低空超音速突防技術，英國、西德與意大利3國決定打破國家壁壘，聯合成立了帕納維亞飛機公司，傾盡歐洲頂尖工業力量打造異形多用途作戰飛機。這就是狂風戰機的誕生背景。
在氣動外形上，狂風戰機採用了當時代表航空動力學巔峰的可變後掠翼設計，戰機的機翼可以在飛行中根據速度自動調節角度，在低速起降或長航程巡航時，機翼向前展開至15度小後掠角，提供巨大的升力；而在超音速低空突防時，機翼則會向後高速折疊，最大後掠角可達驚人的67度，使戰機變成一柄極小空氣阻力的鋼鐵飛刀。這種複雜的機械後掠翼鉸鏈結構賦予了狂風在低空極端氣流擾動下依然穩定的飛行品質。其翼載荷高達767千克每平方米，能夠在低空风暴中像子彈一樣穿透空氣，而不會像普通輕型戰鬥機那樣劇烈顛簸，使之結構解體。而在動力與控制系統方面，狂風戰機配備了由勞斯萊斯、MTU 和菲亞特聯合研製的2B199渦輪風扇發動機。這款發動機不僅具備帶後燃器的高推力，更加裝了只有大型客機常用的機載反推力裝置。在反推力水桶狀罩板開啟後，能顯著縮短着陸距離，甚至能讓戰機在幾百米被炸毀的破損跑道上強行硬着陸並瞬間剎停，具備極強的戰時生存能力。更為核心的技術，也是布林迪西失竊案中被偷走的核心——極度精密的航電系統。狂風戰機率先搭載了冷戰時期最先進的地形跟蹤雷達 TFR， 這套雷達通過微波不斷掃描戰機前方幾公里內的山峰與障礙物，並與全權限電傳飛控系統深度綁定。飛行員甚至可以雙手脫離駕駛桿，戰機會在電腦控制下自動以超過1馬赫的速度，貼着距離地面僅30米的樹梢高度，跟隨起伏的地形進行狂飆。這相當於駕駛員蒙上眼睛，完全把生命交給雷達和計算機。在那個沒有 GPS 衛星導航的年代，這套軟硬件結合的航電系統就是航空工程學上的奇蹟。也正是這些核心模塊，決定了狂風在黑市上不可替代的昂貴身價。在帕納維亞的設計圖紙上，狂風戰機絕不僅僅是一架戰機，而是一個高度模塊化的空中變形金剛。為了滿足三國空軍不同的作戰使命，狂風演化出了3大截然不同的核心型號：折斷攻擊型 RDS、電子戰偵察型 ECR 以及防空攔截型 ADV。作為家族中產量最大、名氣最響的基石，狂風 IDS 是純粹的低空殺戮機器。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英國皇家空軍與意大利空軍的狂風 IDS 編隊擔當了最危險的敢死隊。他們掛載着極具毀滅性的 GP243 反跑道撒布器，貼着沙特與伊拉克的沙漠地表標速，將数十吨彈坑炸彈和岩石地雷精準倾斜在薩达姆的机场跑道上，一舉癱瘓了伊拉克空軍的起飞能力。這種戰術風險極高，戰鬥中共計6架狂風戰機被擊落，甚至有飛行員被自己投下的炸彈碎片誤擊摧毀。隨着技術演進，狂風 IDS 在中期壽命升級 MLU 中改造成了 GR4 型，率先集成了歐美最頂尖的防区外精準打擊武器暗影风暴巡航導彈。英國空軍的狂風 GR4 可以在幾百公里外的安全空域發射暗影风暴，直接精確摧毀加固指揮所或戰術掩體。不僅如此，狂風 IDS 還是北約核共享戰術的絕對核心。直到今天，德國空軍停駐在布切爾空軍基地的狂風戰機依然掛載着美制 B61戰術核彈的投擲控制系統。在潛在的世界大戰預案中，狂風戰機將掛載着戰術核彈，強行低空突破防禦，執行毀滅性的核打擊任務。第二種型號是德國空軍專門定制的狂風 ECR 電子戰戰機，它取消了傳統的機炮，加裝了德州儀器研制的電磁信號偵測系統 ELS。狂風 ECR 猶如防空雷達的刺客，能夠精準定位敵方地面防空雷達的坐標與頻率，並發射美國 HARM 高速反輻射導彈，將其徹底摧毀，是北約防空壓制 SEAD 任務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第三種型號則是英國皇家空軍獨家定制的狂風 ADV 防空攔截型。為了攔截蘇聯圖 2M 逆火超音速轟炸機，英國人將狂風 IDS 的機身拉長，換裝了功率強劲的獵狐人大型空戰雷達，能夠在機腹半埋掛載4枚中程天閃空对空導彈。雖然由於機動性短板，無法與輕型戰鬥機進行近距狗鬥，但其出色的長航程與惡劣天氣下的攔截能力，讓它成為了英國守護北海天空數十年的空中盾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款一共制造了992架的冷戰傳奇戰機，正在不可逆轉地走向終點。英國皇家空軍已於2019年將其全部退役，並展開了一項名為狂風轉暴風的再造計劃，將退役狂風機身上高價值的航空級鈦合金拆解，熔煉成金屬粉末，通過 3D 打印技術重新制成零件，注入英國第6代戰機暴風的血脈之中。而意大利也已在2025年完成了中队的換裝，德國則計劃在2030年代前用 F-35A 全面接替狂風的核打擊任務。
從海灣戰爭的硝煙到融入暴風的血脈中，狂風戰機的故事從未被人遺忘。本期關於狂風戰機失竊案的故事就到這裡，各位覺得這些零件有可能被黑市用於哪些地方？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轉發、訂閱，我們下期再見。